如果你觉得这几年赚钱越来越难了，那么你可能就是这次财富大洗牌的受害者。金融危机呢，其实是很快乐的，你知道吗？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很邪恶、很恶心的话，那么你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日本的机场现在都挤满了游客？为什么无数人都带了几个空箱子过去？就是因为日元最近已经跌破了历史的最低位了，还在继续的跌嘛。这也就相当于日本的东西都在不断的打折贱卖。那这时候大家都不笨，当然要手握大把的现金，准备飞过去捡漏啊。所有的名牌店都被洗劫一空，就连拉面都要多吃一碗。甚至无数人还要移民日本或者过去买房，这不就是跟金融危机一样吗？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手握现金抄底吗？那这是恶心的还是快乐的？而如果你现在还在埋头苦干，不知道要抬头看天，看看这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事的话，那么很快你的钱都会变成我们的钱了。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扫医生。一个人变富有多简单呢？只要你向别人借100亿，然后还给人家50亿，你就富了。真的，小说呢都不敢这么写的。你会发现，2年前呢，巴菲特就赤手空拳的飞去日本做了这件事情，他1分钱都不带，直接在日本借钱。那么他当初借了，假设是1万亿的日元，当时呢是能够换100亿美金的。而美国升息之后呢，现在日本直接就贬值了1半，所以同样是1万亿的日元呢，现在只能兑换50亿了。那么巴菲特是不是就等同于借了100亿的美金，但只需要还50亿美金就好了呢？这里面是不是直接就赚了50亿美金呢？也就是说，他在汇率上面直接就赚了1倍的利润。同时呢，他还把借回来的钱拿去抄底，收购了垄断日本经济的5大财阀，然后日本的股市呢就涨了。所以巴菲特只用了2年，就在日本赚走了上百亿的美元。而这个呢，还只是他一个人赚的钱。如果算上其他的美国财团呢，日本股市暴涨，大部分获利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外资啊。借日本人的钱抄底买下日本的龙头企业，然后还钱的时候只还一半，这一幕不就是跟97年索罗斯做空泰铢一样的吗？形式呢虽然是不同的，但结果是一样的啊。升息和做空一个国家的汇率，然后优质的资产转移到资本家的手上，最后让这些资产重新的暴涨，这个就是财富大转移。正当大家都去日本购物扫货的时候呢，各位听过唇亡齿寒吗？我告诉你，日元的崩盘只是开胃菜。其实现在韩国、菲律宾、印度、越南等等，整个亚洲的货币都贬值了。那下一个要贱卖资产的又是谁呢？而继欧洲跟北美的大银行崩盘之后，连日本的第5大银行也崩盘了。最可怕的是，它卖掉了天量级别的美国国债。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借最多钱给美国的国家呢，就是日本。而现在呢，日本的银行不借了。如果引发其他国家和银行都一起不借钱给美国的话，这会不会引爆全球的金融危机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自救，甚至在金融危机里面抄底报复呢？如果你不想要掉入这世纪最大的陷阱，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经济复苏的报复趋势，你可以免费的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没有执行力，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呢，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好了，大部分的人去日本旅游呢，都不会发现的一个现象，这个呢是一个日本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他的小孩才读国小，连乘法呢都还没有学会，他们学校呢就开了一个课外的兴趣班，叫做炒股。我当时呢就觉得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后面我看到日股不断的暴涨，甚至连日本的首相都在不断的吹捧日本的股市，不断的让全民炒股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出事了。而且最近出现了一个劲爆的大消息，就是这个日本的第5大银行崩盘了。那这关我们什么事呢？确实跟我们无关的，因为真正的大消息呢，是他卖了美国的债券。这个消息一出，美国就叫各国的央行不要去干预自己的汇率。然后呢，第2天，日本的政府就举手说我干预了。这些反常的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告诉你，这火呢已经烧到我们的屁股了。首先，日本的经济呢，这30年以来都不是太好的，但他们的股市呢，10年却涨了6倍，甚至最近还不断的突破历史的最高位。经济差但股市暴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疫情的时候，无数的店铺都倒闭了，但美股呢却在暴涨，结果就是迎来了后续的崩盘。一般的国家呢看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告诉国民啊，应该小心一点啊，投资是有风险的？没有，反而日本告诉你，股市呢是不会跌的，因为我们会印钱，只要你股市跌，那我们就印钱来买；你跌1倍呢，那我们就印双倍的钱来买。这也就是日股一直暴涨的原因。所以各位放心好了，股市呢是我们日本人的提款机。那么炒股呢就应该从小开始学起。你可以不考大学，但你不能不学炒股啊，因为读书好呢不一定能赚大钱的，但炒股呢却可以让你发财的。别人不炒股，你去炒股，就等同于有一个提款机，你可以无限的提钱，然后你提了，别人不去提，那女人啊、车子啊、房子啊都会是你的。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日本为了印钱呢，已经签下了1200万亿的日元，也就是日本人要连续工作2-3年才能够把这笔债还清的。美国欠债这么厉害呢，他也只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而日本欠的钱呢，都是为了输入进去股市。本来他们的计划很简单，就是把股市炒热，让日本的公司呢都有钱了，这样呢就会花钱投资和发展，这样呢就会带动到更多的工作职位。那日本失业的那群人呢就会有工作了，有工作就会有钱了，有钱了就想要花钱，到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拿着钱去接盘买股票了，然后日本的政府呢就可以把之前投进去的钱慢慢的撤出来，然后拿去还债，这样呢经济不但会变好，自己的负债呢也会变少的，而股市呢也不会崩盘。但问题来了，在日本人接盘之前呢，美国的资本家就来了，比如刚才说的巴菲特，他们来的目的呢很简单，就2个字，好听一点呢叫赚钱，不好听呢就是收割。他们直接在你日本借钱，或者带着美金过来投到日股里面。你会发现日本人呢是比中国人更喜欢存钱的，就算不存钱也要把钱拿去买保险。很少日本人呢是喜欢炒股的，所以呢当美国的资本进军到日股的时候，股市呢就从底部开始暴涨，但买的人呢都是美国的资本家，然后他们就帮你日本的政府把股市拉升到极点，帮你制造一个日本的股市只会涨不会跌的泡沫，然后瞬间呢就吸引了无数的日本国民去接盘，因为他们发现好像再怎么上班赚钱都不如把钱投到股市里面钱来得快啊，因为它难度很低啊，只要买它就不会跌，就一直涨，那你买不买？而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在4月的时候，日股大盘呢就跌了10%了。大盘跌10%，那个别的股票呢就有可能跌个30-40%。那为什么会跌呢？因为当日本的国民上头炒股的时候，美国的资本呢就已经获利了，在高位卖掉一部分的股票了。也就是说，这时候政府和老百姓的钱都已经被套在日股里面了。但你又会发现，日股呢很快又反弹涨上去了，然后日本的政府呢又开始鼓励大家炒股了。那这又是为什么呢？你觉得这一次是谁把钱投进去推高股价的呢？我不知道，2种可能。第一呢，就是资本家再从低位抄底，重新的买入推高股价。第二呢，就是日本政府为了不让股市崩盘，所以只能投更多的钱进去救市。因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差，汇率还不断暴跌，股市和房市却不断上涨的情况，那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为的推高股价。但无论是谁去推高股价，这一幕呢就跟30年前日本还没有开始衰退很相似，最后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所以你会发现，日本一直以来呢就好像血包一样，不断的被美国的资本家吸血，养肥之后呢就被宰。比如说国际资本现在就已经开始大举做空日元了，让日元的汇率不断的暴跌。如果再这样跌下去，那日本里面的一切东西呢就真的等同于免费了，随便进随便拿，跟免费吃自助餐是一样的。而现在日本呢就花了整整30年的时间才慢慢的从海底爬上来，眼看快要上岸了，现在又准备被推下去了。其实这不止日本啊，有没有觉得很相似？所以当政府都任人鱼肉的时候呢，我们只能自救。炒股呢非常容易，一学就会了，不就是一买一卖吗？但学会炒股容易，要学会赚钱是很难的。学会一次赚钱是很容易，学会要稳定赚钱是很难的。学炒股嘛就很简单，开一个账号嘛，钱多呢我们就多炒，钱少一点我们就少炒嘛，有部手机就可以开始了。但是想要学会赚钱，而且还要持续的赚钱了，那就很复杂了。
那就并没有那么简单了，必须要静下心来，好好去学，一定要知道股票涨跌的逻辑以及大的方向和趋势。最重要的就是认知和心态上面的提升。在华尔街呢是这样说的，不在餐桌上，你就是在菜单上。也就是说，你不赚别人口袋里面的钱，别人呢就赚走了你口袋里面的钱。在股市里面，我们一定要成为赢家，你不做赢家呢，那你就是输家。要想要成为这个市场的赢家，你就必须要领先战胜别人。在战胜别人之前呢，你就需要有一套交易的系统，你可以自己去总结，但是效率是很低的。你想要快速的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系统的话，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有结果的师傅，学走他的方法，然后一转身为自己所用。而股市做到长期稳定的赚钱哦，我们并不需要去学习什么新闻解读啊、内幕消息啊、基本面啊、财报啊之类的，就是这些让你觉得很复杂的东西。我们只需要学会去看庄家买入的蛛丝马迹，然后跟着去买就可以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如何在价格上涨和暴涨的趋势里面最低风险的经常买入，如何在看错方向的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我们投资玩的是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我们玩的是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今天抛硬币，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抛出正面，而且如果我猜对是正面的话，我赚就赚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我猜错的话，我亏呢就只是亏1块。那么如果你真的希望把这些学会，跟我和我的弟子一样，在不需要盯盘和非常低的压力情况下，年赚6到7位数美金的话，那么接下来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价值1000美金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那么日本人被割韭菜，这些关我们什么事呢？因为日本可能正在密谋一场反击的行动。注意听了，日本这次崩盘的银行呢并不简单，它叫做农林中央金库银行，名字呢不太重要，你只需要知道它管理着日本的3大资产，一个叫做养老金，一个叫做抵押贷款，一个叫做美国债券。那么你可以思考一下，现在这家银行亏损了，如果出现资不抵债了，最后倒闭了，那会怎么样？一大部分日本人退休的时候呢，也就是强制失业的时候呢，退休养老金就没了，口袋呢就没钱了，那会怎么样？其实呢，也是现在日本已经出现的情况，老人呢就继续的工作。你可以看到日本开计程车的都是老人。我上次住的酒店呢，喊了个人来按摩，结果呢是一个日本的婆婆，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工作到死，或者他们可以去便利店偷个面包吃，然后主动的报警，喜提5年的监狱，包吃包住，出来呢又继续的偷，有病了也不敢治。那这样的社会呢就会动荡，所以这笔退休的养老金呢是不能动的。然后就是房贷，银行倒闭之前呢，所有跟银行借过房贷的人呢都会被追债。就是有欠房贷的人呢有2个选择，第一呢就是一次性的把房贷还清，第二呢就是把你的房子拿去卖。2个选择呢都只会把日本的房价直接推倒，所以呢这也是不能动的。唯独呢是可以动这个以前被认为最安全的美债。一直以来日本呢都是维持着负利率的，也就是说日本的银行如果买日本的国债的话，利息回报呢是很低的，所以他们就会大量的买入利息比较高，同时又是最稳的美债来吃利息。因为美债风险呢就是美国灭国嘛，那这全世界呢都公认是最不可能的，所以美债呢又叫做最安全的资产。也因为这样，这家银行呢在很早之前就买下了天量级别的美债。但美债真的是没有风险的吗？美债的价格呢是跟利率是成反比的。什么意思呢？简单点说吧，比如说很早之前我买了100块的美债，利率呢是2%，那到期的时候呢，我是不是肯定就能拿到102块呢？也就是赚了2块。而美国升息了，新发行的债券呢，它的利率呢就已经涨到5%了，也就是说到期的时候我就能拿到105块，也就是我能赚5块。所以大部分的人呢都会去买新的美债，因为新的美债呢就能够赚5块，旧的只能赚2块，对吧？也因为这样，这家银行过去在高位用100块买回来的美债，如果现在急着想要卖的话，它就必须要亏本降价到97块来卖，因为这样别人呢就可以用97块买回来，然后到期的时候拿回102块，他们呢也能赚到5块的利润。这样呢买新债跟买旧债的回报率才会是一样的，所以才会有人去买旧债。
所以这家日本的银行呢卖美债的理由是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判断失误了，没想到美联储会不断的升息，导致我们买回来的美债被套牢了。本以为你美联储很快会降息了，但现在呢迟迟不降，所以为了化解这次的危机呢，我们就要卖掉美债。因为我管理的3大资产里面，其余的退休金啊、房贷啊都是不能动的。那么我怕自己也会走上硅谷银行破产的地步，所以呢就只能动这美债了。说直白点吧，就是我之前在高位买美债买错了，所以现在需要及时的割肉止损。真的是这样吗？这话呢就有点牵强了。之前硅谷银行为什么会破产呢？虽然也是因为在高位买了很多美国的债券，然后没钱了需要融资，结果引起大家都去这家银行把钱取出来，最后没钱兑换给别人了，就只能亏本的卖美债。但是日本的这家银行是不一样的，它又不是没有钱，也不需要去融资，又没有出现挤兑的问题，它不需要急着去卖美债的啊。因为美债你不卖，只需要等到到期的时候呢，你还是能拿到102块，你不会亏钱的嘛。而一旦你要卖了，你就要以低于97块的价格去卖，也就是亏损3%以上。所以这亏损呢，只是账面上的亏损，实际上你不卖你就不会亏的。现在卖呢，就等同于在高位接盘，低位出货。而且明明全世界都在说了，美国快要降息了，这些美债价格呢，按道理来说将会反弹上涨的。那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卖呢？因为止损只是一个体面的借口。这日本银行的背后呢，是日本的农协，代表的就是日本的政府。它很明显并不是因为缺钱所以才贱卖美债的，而是在市场上释放一个信号，就是我不借钱给美国了，把美元套现，然后用这些美元来救日元的汇率，给美国施压，逼他们停止对自己的收割。刚才说了，日元已经跌到谷底了，日本呢想要救这个汇率呢，就需要卖美元，然后把日元买回来，这样日元呢才能停止贬值。而一旦日本的国库里面的美元都用完了，就等同于日本没有补血包了，也就是后面只能跟97年的泰国一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国家的货币再进一步的有更大幅度的贬值，然后什么事都做不了了。但日本跟泰国不一样的是，日本并不是没有筹码，因为日本是全世界借最多钱给美国的国家，而美国呢之所以可以不断的印钱，然后把印出来的钱借给自己拿去花，其实这个玩法呢是日本先发明出来的。日本他自己呢就是这么做，欠了无数的钱，基本上呢是还不了了，但依然呢还是过得很好，自己印钱自己花。而美元之所以能够霸权，之所以可以不断的印钱，全世界还买单认账，借钱给美国，然后去使用它的美元，其实也是因为日本验证了这套方法是可行的。那现在日本借这家银行去卖美债，其实就是跟全世界说啊，我扛不住了，这套方法我不玩了。也因为这样，美国直接把日本归类为汇率操控的监控对象，也为后面继续做空日元增加了一个借口，就是说你卖美债吗？那么我就要做空你。但是长期来说呢，美债可能也会出问题的，因为很简单，美债之所以被誉为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就是因为你不怕没人接盘嘛，就是你想要卖肯定会有人买，因为你的国家呢都买了，甚至说美国他自己可以印钱去买。但如果日本他现在带头说啊，我不接盘你的美债了，然后大家呢都跟着不买了，大家都不借钱给美国了，那美国会怎么办？美元呢就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了。但这就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我们只看现在，所以注意听了，我们要如何布局呢？美国为什么到现在都不降息呢？你知道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吗？不是满大街的抢劫、流浪汉，甚至说战争的问题，他最担心的就是其他的国家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出问题。之前的影片也说了，那我就很快的说啊，美国升息呢，你只要把钱放到美国的银行，你每年都能无脑的赚5%，所以呢就把全世界的钱都吸引到过去。那一个国家的钱都被抽走了，就会出问题啊，比如说企业倒闭、房价崩盘、股市崩盘。那这时候呢，全世界的钱都在美国的资本家手上，他们就会拿着升值的美元去抄底其他国家贱卖的优质资产。但是这一次的升息呢，崩盘的国家并不多，尤其是他最想要收割的中国，因为中国之前就赚了很多钱嘛。但是中国呢，却有很严厉的外汇管制。简单来说，钱要进去中国是很难的，就算进去了也很难出来的。
所以除非中国的经济顶不住了，要妥协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资进去救市，否则美国是很难进去抄底的。也因为这样，美国的资本家只能加快步伐去收割，而最快的方法呢，很简单，就是透过做空日本去引爆亚洲的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爆不爆呢都无所谓，反正呢就先吸一大口血。所以短期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日元的汇率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往下跌，美元呢就会不断升值。而此时此刻，更验证了我从去年开始的布局是对的。我从年头开始，先布局了比特币、黄金、美股，然后在他们牛市暴涨的最快最急的时候卖掉离场，换成美元。这些呢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很多人当时就不理解我，甚至是笑我说啊你卖早了，然后我什么难听的话都听过。而如今黄金、比特币、美股都已经出现过暴跌了，那笑我的人又得到了什么呢？当风险来临的时候，难道不应该跑吗？美股调整的时候，香港的股市却在暴涨，难道我就要错过这些机会吗？前段时间我卖掉了港股，现在美股又重新的涨上去，那么我想要赚钱的话，不是可以重新找一个低风险的位置买回来吗？我交易股票呢，不是求胜，而是先求不败。买入之前呢，先要考虑这次会不会输，而不是会不会赢。我告诉你，你这个思维一变呢，你就会想通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新手，满眼呢看到的都是黄金，而不是陷阱。而且买入了以后呢，还会找一大堆的理由来验证自己是对的，这呢就是一种典型的认知上的误区，很像我们生活里面的那种恋爱脑，一谈恋爱呢，智商呢就少于0，只看到对方呢都是优点。所以呢，投资股票首先要训练我们找问题的能力，把风险放在前面，利润呢放在后面。先要知道自己会不会输，风险点在哪里，因为风险呢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利润呢是市场给予的。最终能赚多少钱呢？是市场说了算的。如果你能学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你离赚钱还远吗？所以，如果你的愿望只是每个月额外多赚2-3倍的薪水，不是说今天你下班了以后就要立马的去换上便利店的制服，去餐厅做侍应，因为这不是赚钱，只是在卖血而已。所以，而是说从今天开始，选择一个在股市、比特币、黄金里面有结果的师傅，学习他的方法，一转身拿过来为自己所用。而现在你可以选择用你的时间，完全的免费的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我价值$1000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但是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并不是说我投资这些资产是一定对的，我是想要说，我开始把在美股、黄金、比特币卖了，然后兑换成美元是对的，因为现在全球大部分的货币都在不断的贬值，只有美元是不断升值的。我拿美元去做投资，赚到的钱呢，只是把我的本金放大，而我真正的目的呢，并不是在这里套利，而是等待一个时机，因为我相信历史呢是不会说谎的，每隔10几年左右呢，甚至说只要美国升息，就会出现一次金融危机，那个时候所有的优质资产呢，都会打1折来贱卖，而我们呢，只需要准备好天量的现金，就可以进行疯狂的抄底。因为1年左右的时间呢，危机就会解除，所有的资产瞬间呢就会暴涨，甚至突破以前的高位，财富呢也因此进行了大转移。所以我只做大概率的事情。这一次我之所以持有美元，因为我赌的也是美国将会成为这场收割的赢家。我们只需要搞清楚美国的资本家到底在玩什么，然后跟着他们去操作就好了。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前段时间去了日本购物，当我拿着美元去兑换日元的那一刻，毫不夸张的讲，我甚至觉得我自己能买下整个日本。我逛街逛到吐，你知道吗？9天逛了7天，最后2天是因为实在逛不下去了，就去了迪士尼玩。如果你跟我一样，这几年都是手握美元或者是港币的话，你真的会觉得那边的东西就好像免费一样。我这1年的逛街的欲望都在那几天里面被消耗尽了。所以当这一次日股重新又暴涨上去，但是美国已经摆明了要继续做空日元的时候，那么我就会选择相信历史。这又会跟97年美国资本做空泰铢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手握大量的现金，准备抄底。就算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但我们的美元在目前这一刻都是最值钱的。那么时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甚至说美国不同的人当总统，我们的投资又要如何布局，把钱放在什么地方呢？等等的这些问题，只能下一集细讲。所以你预期下一集的影片将会是非常丰富，因为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
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真的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